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里是我平常放读书心得的地方，所以选书标准会比较随意。但是如果你有推荐的书单，也可以留言给我。我最近看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，叫做《厚黑学》。大家应该多少也都听过截取它的内容写成的其他书。这种类型的书一般都是以人性的弱点或是职场生存当卖点。我以前以为厚黑学是近代的书，就是商人把奸诈换一句话说成厚黑来当噱头。因为我不太相信古代的帝王会让这种内容流通在市面上，结果它居然是清朝时代的书，而且厚黑两个字有它特殊的意义，这算是一套有完整理论的人性攻略。黑暗的程度我觉得不会输现代的鬼故事，再加上作者的文笔也还蛮风趣幽默的。因为它是很久以前的书，所以在 YouTube 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有声书的版本。如果你的眼睛不好，你也可以选择用听的。而且这种书应该可以讲多一点内容，因为它作者已经作古很久了。我现在拿到的这本也是一本绝版书，作者在里面也说希望大家多多传播这个学问，所以应该是不会有版权的问题，拿来说书很理想。不过要提醒一下，这本书不太适合道德观念太高的读者阅读，因为它的内容类似我就是要教你诈、读心术或是人性操控这种书。据我所知，有的人会觉得这种书教坏小朋友，只是我个人不觉得现在那些搞诈骗的人有这么爱读书，但是他们也是会这些招数，所以可见除了本书之外，他们应该还有别的管道可以知道。作者叫李宗吾，是个十分有趣的人。他是满清末年到民国初期那个时代的人，所以书里也会提到很多国民初期的震惊情势，跟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思想。虽然他比较多是在批评人家的理论，但是他也是有理有据的在批评，不是只是在当酸民。他文章的内容还蛮有料的，但是他并没有写得非常严谨，我觉得有点东拉西扯，你要读很多遍之后才能组织起来。但也不是非常废话的那种，就只是他没有很架构分明的去介绍厚黑学。然后他对此怎么说，这点也很有意思。他说因为他的厚黑学以后一定会红，会自成一门学派，所以凡是编书写书或是整理成让人比较好吸收的版本，这种杂事是他徒弟的工作，不是他的工作。不过现在看看厚黑这两个字在图书市场里面欢迎的程度，这个预言显然是有实现的。至于有没有像他说的有人帮他开了一个厚黑庙，还把他当孔子拜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会觉得他有点强，因为他文笔兼究，真的是把自己当教主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他写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，所以我是没有非常反感。这本书的后面有一个部分是他的朋友帮他写生平介绍，里面是说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写讽刺文章，所以读他的书不能太没有幽默感。坊间写的书写厚黑学的，通常拿掉了作者的个性这个部分。我也是在看了接近原文的版本之后，才发现原来作者是这么特别的人。如果你喜欢看文人吵架，会觉得这本书蛮过瘾的，因为他会提出他自己的看法，不会是那种只破坏不建设的诡辩。全书分为5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重点大整理，直接把该怎么做告诉你。第二个部分叫做厚黑丛话，是他在报纸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的集合，所以这里观看的顺序就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都是他引经据典举的各种例子去解说或者是验证厚黑学。这个部分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部分。丛话是走随笔形式，所以很多的篇幅是他解释他自己的想法，不完全是学说。第3个部分叫做我对圣人的怀疑，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并到第2部，因为他在第2部里面也是用他的方法重新解释很多以前的道德观念。第4个部分叫做心理与力学，这个部分他解释的方法很有意思，
但是内容其实就是政治上面怎么去利用利害关系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我觉得跟厚黑学比起来，比较没有那么让人惊艳。他解释的方法是用一些力学的观念去解释人心的变化，因为他那个民国的年代刚好是很多西洋学问传进中国的时候，他没有真的在计算，他只是拿基本的原理来解释，所以这个部分你不是理主也看得懂。最后一个部分叫做厚黑教主传，有一半是厚黑学之外他其他的文章，有些是他朋友介绍他的理论跟人生，总之大部分就是他批评时事或是其他学者的观点，还有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领域。这个部分比较生活化，然后加上它是不同的主题，然后也不太连贯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历史，所以跟厚黑丛画比起来，读起来是比较轻松。厚黑学的精髓就在它的字面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可以说是两种个性组成的成功学。厚是厚脸皮，黑是黑心。他认为古今中外的成功人士都具备这两个特质。他举例了很多古人，大部分的我们历史上都听过，所以如果你刚好很崇拜他们，可能觉得听起来不太舒服。他一开始谈论大环境中的人性，他是把人心的演变分成3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民风淳朴，大家都还很单纯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很厚黑，那他就会成为最成功的人。第二个时期就是大家发现说厚黑是有用的，所以大家就都变成厚黑的人。第3个时期就是出来一个圣人，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怀念第一个时期人心淳朴的那个时候，人很善良的时候，所以就会支持这个圣人。有一点像是弥赛亚或是弥勒佛再临人间的那个味道。他自己也说他谈的这些厚黑学是指第2个时期的事情，但是他并没有讲到第3个时期什么时候会来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不够厚黑的人好像也还是有，要等到第2个时期的尾巴大家都很厚黑，不知道还要多久。接着他又谈了一个厚黑的层次，他认为厚黑学分3个层次，越后面的层次功力是越高。但是他这个部分的解释有一点的分散在他书里面的各部分，然后他也没有解释的非常的具象，所以这个部分算是我自己的解读啦，可能你看书会读出不同的感想。第1个层次叫做厚如城墙，黑如煤炭，但是这个层次是功夫最差的一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知道嘛，城墙是可以攻破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脸皮它没有厚到坚不可摧的程度。那至于黑的部分，如果像煤炭一样会弄脏别人，大家就都讨厌它。第2步要厚而亮，不是厚而硬，黑而亮。作为第1级的进阶版，这一步要做到的就是厚脸皮，绝对不可以自己先不好意思。你可以黑心，但是不能够讨人厌。他这里就举了2个很知名的历史人物，刘备跟曹操，这就蛮好懂的。但是这一级的人，你还是看得出来，他们就是脸皮很厚跟心很黑，只是说他们已经变得不那么讨人厌，可以接受，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们。最高级的第3级叫做厚而无形，黑而无色。他说这个境界只有圣人、成圣的人才能达到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一个厚黑的人，但是没有任何人看得出来。后世流传下来的事迹还会称赞你是一个大好人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可是我们所谓的圣人应该是指做好事的人吧？这点就是他要讲的第2个重点，那就是他觉得说厚黑是一种做事情做成的方法，所以你要拿来做好事还是你要做坏事，这是看你个人的动机。
他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正逢中日战争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说真的，还是只是为了能够让他的书可以顺利的出版流传。他就是拿着这个论点来证明，大家跟着他学这套，国家才会强大。他说其实人人都会后黑学，但是如果是求自己的私利，那就没有用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用厚黑学去谋求大家的利益，那国家就会有救。有点像金钱是中性的，你要用钱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，跟金钱本身并没有关系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他一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，也是有人批评说他这样会让国家大乱。所以除了上面那个理由之外，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点，就是人的本性中本来就有厚黑的这个部分。人本来就是追逐利益的生物，也就是自私的。要抵抗外敌，就要让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。这样不但不会违反人性，反而还是顺着人性走。应用在战争上面，他提的方法就是联合弱国对抗强国，跟春秋战国那个时候的策略类似。除此之外，厚黑学还有另外2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你不能跟人家说你在做厚黑学，你要讲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表面上要说你是在行仁义，这样大家才会支持你。如果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话，大概就是我都是为你好啊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朋友曾经给过他一个意见，他大部分的朋友一开始都是劝说他不要讲的。那个朋友讲了一句名言，他说有些事情你可以说，但是你说了之后呢，你就不能做了。另外一种事情就是你可以做，但是做完之后你就不能说。而厚黑学就是属于大家都在做，但是说出来就没有人能接受。所以他因为说出来了，所以他跟他的那几个朋友这一生基本上就没什么机会干坏事。有几个人还革命牺牲掉了，因为你已经告诉大家你知道厚黑这件事，所以大家反而会盯着你看你有没有做坏事。但是如果你只做不说，那跟真正的坏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他在这里也提供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判断方法，可以用来测试你用不好的手段去达成一件事，这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如果事后你把这个手段公布出来，大家是称赞你，那就表示你做的事情没有违反众人的利益。但是如果你做了之后连你自己都说不出口，那就表示你只是在用厚黑学为自己谋利而已。至于他的历史观念，就是他基本上不同意所有的西洋历史观，他觉得他的比那些外国学者的好。不过他用来验证的应该是中国的历史，书里面并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有用这套去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，是不是用他这一套推理都是合理的。他同时也是一个推崇独立思想的人，所以他也觉得如果有人比他更懂厚黑学，那就会换对方当教主没有关系。还有关于他推崇的古人，他在书里面提到了很多人，我就大致讲一些比较有名的。他喜欢谁的学问，不喜欢谁的学问，我觉得他的喜好还是有迹可循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也可以去对照他推的作者跟厚黑学到底有没有关系。首先，他不喜欢所有的西方学者，就他提到的啦。他没提到的就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这可能跟当时中国被列强侵略有关系。所以史密斯、马克思、达尔文他都不喜欢。他觉得这些人的学说几十年就搞得世界大战，可见是行不通的。同时他也不太喜欢宋朝的儒家某些人要提倡去人欲。孟子他也提到过好几次，他不太同意那个性本善的部分，但是其他的部分他是喜欢的。
因为他喜欢孔子，然后孟子是孔子的学生嘛，所以对于孟子他同不同意，我觉得应该一半吧。至于他喜欢的人，他倒是提到了蛮多。他最推崇的人是老子，老庄哲学的道家，所以他推崇的很多人，据他说都是从这一支延伸出去的，包含但不限于荀子、韩非子、孔子、虞曲元，这位我真的没听过，应该没有念错吧？管仲、苏秦、范蠡、张良、陈平、诸葛亮，但他觉得诸葛亮史书有点过誉。还有宋朝理学的陈明道、国父孙中山，反正基本上推新二的他都喜欢啦。然后他喜欢孙中山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孙中山改善了马克思的理论。其他的部分有一点像杂谈，有当时的战况跟经济分析，有一些他读西洋学说的感想，这个部分还蛮好看的。还有一点宗教上的东西，主要是道教跟佛教。这本书其实内容很多，而且已经是在他写的没有很有组织的情况下，然后还有一小部分的文言文我看不懂，所以就跳过去了。至于它内容的合理程度，我觉得有一些部分不太合理，但是并不动摇后黑医学的基本原理。应该是说有一些小部分跟基本的原理，我觉得好像有冲突，但是并不妨碍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创举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家比较保守或是传统的话，放到现在看也还蛮惊世骇俗的。然后它的实体书应该是已经绝版了，我拿到的这本就非常的有年代感。我觉得它可能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找得到最老的那几个版本，但一定不是原版，因为这个作者是民国年代的人，所以他写的书原文其实是文言文。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版本应该都是有人在重新翻译成白话文的。如果你国文够强的话，你可以试着去看原版，不然后面这些后人在翻译的版本到底是不是他的原意，这个就必须要大家自己去判断。这本书里面大概有7-8成是白话文，剩下文言文的部分因为我完全看不懂，所以我就不谈了。而且我拿到的这本书没有任何的出版资讯，我们现在就算是印校看，其实也都会印出版资讯，所以它看起来很像是那种私人自己印的盗版课本。这本书在图书馆也有很多应该是内容差不多的其他版本，但因为我是拿预约书的时候随便加点的，所以它就是我们那个图书馆里面最古老的那个版本。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，市面上有很多更新的版本可以参考。